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冷蔷薇，一个喜欢 TCG 的派老。今天来做一期08环境的分析预测。说实话，我之前很不爱做这种预测类的内容，容易被打脸都是次要的，毕竟我不要脸嘛，被打了无所谓。但如果预测歪了，结果误人子弟，这其实是我最担心的。但因为最近身边有几个朋友和我说，他们08要退坑缓一缓。如果说是个别现象，可能还能单纯的理解为是个人行为，但是在本就不大的圈子，我却听到了3-5个这样的声音，这让我不得不提高了警觉。我询问他们退坑的理由是啥，普遍得到的回复都是08感觉有点无聊。 TCG 玩家应该是我认识的用户粘性比较高的一个群体，我个人从6-7岁开始接触游戏王，这10好几年过去了，我依然热爱 TCG， 所以当听到他们说08有点无聊想退坑的时候，我反而有些放下心来。某个版本不喜欢，休息休息，换换心情，等回头哪个版本又觉得有意思了再回来继续，均属正常现象。如果不是为了炒卡或者纯竞技玩家，确实不用每个版本都跟。不过因此我最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OP08 是不是迄今为止最无聊的一个环境？普遍认为版本比较无聊是因为环境内的卡组构成过于单调，比如0304时的白胡子，0506时的赤犬，07百花齐放，结果到了08红子罗。这里先感谢一下虎虎大佬做的图表哈，近期日本3场千人赛，红子罗都以超高的平均使用率和胜率，毫无疑问的成为了08环境初期的超主流霸主。这里特别强调一下，一定是环境初期。环境初期，大家对新领袖、新卡的开发还不完全，比较容易被开发，比较容易被想到的套路，很容易快速的在环境内站稳脚跟。就像05初期全是紫路飞席卷环境的时候，谁也不会想到最终的版本答案是小人吃拳。所以即使现在遍地红子罗，但是最终是否是红子罗笑到最后还真不一定。超主流卡组必然会成为众矢之的，成为其他卡组针对的目标。还拿06赤犬举例，即使大家都认为赤犬是超主流卡组，但是北京旗舰赛冠军最多的领袖应该是大和。然后那一阵子的北京旗舰赛成分就进入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循环，大和多了，然后莫利亚关了，接着莫利亚多了，雷九关了，雷九一多，赤犬关了，形成了另类的百花齐放。这便是 OPCG 底层游戏机制决定的，只要是这个游戏内的卡组，或多或少就都存在着一定的克制关系，并且即使存在克制关系，也很难做到一定有100%的胜算，比如黄黑路飞一样可能输路棋。因此就算08的 T0 卡组是红子罗，使用率也就在30%左右。对，我用了就这个字，这是类比当年游戏王里的朱雷埃哥查迪利卡组，有高达75%以上的环境占有率。底层机制决定了一定有克制关系，一定有克制关系就一定会有人想办法去针对 T0 主流，有了想办法去针对 T0 主流的卡组，那么就会有去针对 T0 主流的卡组啊，究极套娃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 OPCG 有趣的主要原因。即使短期虽然会有一个强大的环境 T0 卡组，但是伴随着玩家们的针对和新卡组的开发，再主流也都给你打成猪头啊，当然稍显夸张哈。环境 T0 主流虽然会被疯狂针对，但是之所以能被称为 T0， 一定也有相应的比较高的稳定性在。就像赤犬、胡子，即使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针对，总冠军数量也还是最多的，但是一切都建立在足够高的稳定性上面。相较于白胡子和赤犬，红子罗我认为是目前为止几个超主流中最不稳定的卡组。08的补强虽然一定程度上的补充了红子罗的下限，但是你要没抓到黑马呢，抓到黑马被解了呢，被解了没有第二个呢，甚至就算起手去找，但是其他的都没啥用，运营跟不上呢。Good Stuff 卡组的问题很多，一切的构思都建立在我期望在最希望的时候来最希望见到的应对单卡。如果你每回都能做到，那我觉得你不管玩啥卡组都是个赢，不一定非要玩红子罗。甚至因为黑色玛利亚的出现，普遍红子罗都放弃了一些偏后期的单卡，更多的采用了前中期的速攻节奏，这使得在构筑上面减少了很多变速的可能。一旦对方撑到后期，你又没有黑马补的节奏，很可能直接就炸了。不过不得不说，红子罗是目前几个超主流里手牌利用率最高的领袖，所以养猪打法或在08成为最主流面对红子罗的打法。上限虽高，但是还是有着极其不稳定的下限，这就是08的超主流红子罗。因此我认为OP08 不应该是个齐心协力对抗红子罗的一个版本，而更像是一个比谁胡或者比谁更稳定的一个特殊环境。就好比田忌赛马，下线碰下线，一般碰一般，这两种情况下能赢的话，即使上线打不过，也是可以拿出来应对环境的。比如路奇莫利亚，同样的，一般碰一般，上线碰上线，这两种情况下能赢的话，即使下线很低，感觉也是一种应对策略。比如黄黑路飞，或者下线碰下线，上线碰上线，这种极端情况能赢的也可以。比如艾尼路。这里不是说新领袖不行，这是所有新领袖的必经之路，等待开发。我真的十分看好黑子金，
我觉得他的领袖技能也是同时可以弥补卡组上线和下线的领袖技能，只要开发得当。马哥呢，我也很看好，马哥的技能也能十分的针对红紫罗。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有套顶喊白团，为了打出白团的身价，我也思考了很多方向。目前想到的打红紫罗和陆琪的方案是，前期用火拳还有一些反击事件去处理场面，保存血量，中期用做顶铺场，后期打俩9+9就能拿下比赛了。不过具体的还有待测试。兔子更是直接就是为了打红紫罗的感觉，面对黑色的陆琪，黄色的艾尼路可能就比较一般了。不过绿色依然是黄黑路飞的金蝶，所以08是不是 OP 有史以来最无聊的环境呢？说实话，我也认为是。08整体对环境的影响就比较小，这个我在上期08单卡书里就提出来了。目前为止，看08的比赛就跟看07 DLC 一样，还是07的底子，进行了少许的改变。老头环 DLC 可比这有意思多了，毕竟谁能拒绝病娇金发小男娘呢？不过08也有独属于08的乐趣。我刚才就一直在强调08这几名新领袖的可塑性都非常的强，那么对于科研党来说，08就可能会非常的有意思。并且如果有 T0 主流的话，08玩起来相对于07也会轻松很多，要么选择加入，要么选择针对，不会像07时你很难猜到你的对手是什么。简单做个总结，面对未知的未来，会有些恐惧和畏首畏尾都是正常的，既然怎么都要面对，不如坦然一些。玩家的潜力是无限的，我相信凭借我们自己的努力，再无聊的08也能玩得风生水起。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这里是冷蔷薇，一个喜欢 TCG 的牌佬，祝各位牌手都能在08找到专属于自己的道路。咱们下个视频再见。